当地时间周四，中美双方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对话前，美方却小动作不断，除了在美日2+2会谈中大谈中国，令中国无辜躺枪成为主角外，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从日本转场到韩国的间隙，又对香港事务横加指责，甚至对中国官员实施所谓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强调，美方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充分暴露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扰乱香港、阻挠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险恶用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已经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周三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方所谓制裁，并表示美国的所谓制裁对香港的金融机构不具法律效力。布林肯周三通过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至少2份对此前美国所谓香港自治法的更新版报告，对24位中国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其中包括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其他10位包括香港官员在内的中方官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补充说，如果外国金融机构明知故犯，与报告上提及的个人进行重大业务往来，也将受到制裁。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自治法的出台是在去年7月，紧随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这部法律的出台本身就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它毫无道理地规定，美国国务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的90天内向国会提交报告，列出所谓违背对港承诺的人。相关人士被点名之后，可能面临施行冻结资产、拒发签证或拒绝入境等制裁措施。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认为，这次制裁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政府就是希望蓝草派上台，希望蓝草派蓝草香港。呢次嘅制裁咧，就俾我哋睇到美國人嘅霸道、長臂管轄同埋雙重標準。我哋中國香港內部完善又干興何事呢？中國主權下邊嘅嘢又關佢咩事呢？呢次制裁警醒咧，崇美派唔好幻想咧，換咗總統特朗普下台之後咧，美國嘅民主黨拜登政府會對我哋好啲。其實喺美國嚟講咧，邊個上台都好，佢哋干涉我哋內政嘅心係唔會息嘅。香港嘅管治精英要明白咧，就係喺個大國國力或者地緣政治之下咧，冇中立嘅位置嘅。對於喺香港嘅民間嚟講咧，你都唔好攞置身事外講。我哋咧要明白咧，美國有佢嘅狼子野心，我哋更加要明白咧，就係唔好接受任何美國嘅機構各種形式嘅資助，因為我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香港特區。我哋要做嘅，我哋就處理翻香港嘅事務。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周三的声明是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第2份报告。第1份发生在去年10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提交了首份报告，点名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港区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与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等10人，蔑称他们损害香港自治。同年12月，美国财政部也因涉港议题宣布将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所谓制裁。当时的制裁包括禁止他们本人与家属入境美国、冻结在美资产等。此外，与他们进行重大交易的美国金融机构也会相应受制裁。这次的更新实际上是在去年10月所谓制裁的基础上追加了新的官员，但此前美国财政部对他们已经宣布了实质内容几乎一样的制裁。这次的声明中，布林肯就把金融制裁的范围从美国金融机构扩大到了外国金融机构。事实上，美方这种无理制裁完全是象征性的，对中国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以一笑置之、嗤之以鼻来回应。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曾说，他在国外没有1分钱资产，并开玩笑称可以寄给美方100美元，以供冻结之用。近日，张晓明表示，他和同事对被美方制裁一事都深以为荣。同样，这次美方基于所谓香港自治法案采取的制裁也注定起不了作用，反倒向国际社会证明那些被列入美方所谓制裁名单的中方官员做了正确的事。被美方列入所谓制裁名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今天又再次提出所谓的制裁名单，并向金融机构施压，此等行为可耻。他重申会继续一如既往努力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继续真诚为国家、为香港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应询表示，美国依据所谓《香港自治法》制裁中方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充分暴露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扰乱香港、阻挠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险恶用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已经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赵立坚强调，中国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和责任，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这是中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将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赵立坚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反对美方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中方将视情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方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有分析称，中美阿拉斯加2+2对话前夕，即将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出这份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所谓制裁，一方面是希望以一个强势者的姿态能够居高临下的跟中国谈，另外一方面也想在美国国内凸显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尤其是在跟盟友谈得挺好的同时，打出这么一个横炮来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现在的对华策略更加类似于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的一个综合体。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分析指，面对临近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方持续进行了一系列无诚信可言的政治表演，持续凸显的是美方的战略贫困以及对待中美战略关系的粗率随性。很显然，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沈毅表示，中方能够应邀参加对话，就当下的情势看，已经是对美方政府善意的充分展现了，因为当下更需要中美高层对话为自己执政加分的是美方新政府。中方能够不计前嫌，大度地接受邀请，应该有理由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而美方不仅没有展现出战略对话应有的诚意，反而祭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迷惑操作。美方的这一系列举动表现出了一种色厉内荏的状态，就是对他而言，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以一种建设性合作的态度跟中方展开对话。他相信通过营造这种形式上示强的这种氛围，然后可以帮助他的第一，在那边向中国提出更高的要价；第二，即使中国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比如说气候变化上取得的合作，都解释成为美国施压的结果，从而让他在目前这样一个病态的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当中，去在政治上得分。实际上，在周三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中方应邀赴约，体现善意和诚意，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对话，双方能够按照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除夕通电话所达成的共识，希望双方能够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周三也发表国际锐评指出，中美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2+2高层会晤，倘若美方真想与中方面对面地谈出成效，那就应该拿出诚意，多做有利于会谈与双边关系改善的事情，而不是相反。中方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但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于美方所谓涉港制裁，中方将视情采取有力措施，这不仅是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维护，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切实尊重，更是对霸权主义行径的有力回击。中方始终是以一种一贯务实、连续和有诚意和善意的态度去对待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对美国的这种东西做出一种情绪化的回应。那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又是用话语对话语，用行动对行动。
无非就是说一些这种狠话嘛。那所以我们就进行相对应的这种揭批，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保持着一种谨慎、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中美关系，这与美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快速推进时，美国当局发布加强制裁24名中方官员，您对此如何看？在中美举行阿拉斯加会谈之前，美国这个加强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这简直是脑残行为。美国新政府努力要重建的全球合作形象，那么在瞬间的坍塌，没有人再相信美国新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好一点点。恰恰相反这一届美国政府更粗暴，这谈话还没有开始就把桌子掀翻了。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暴露出了3个丑德性。一是对能否拉得起抗中联盟不自信，所以用这种偷袭的方式来为自己壮胆，以显示自己并不软弱，从而这个奠基由于中的盟国，让他们聚拢到自己身边。对于美国的拉山头做派一些国家并不是感冒，包括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刚刚访问过的韩国、日本，以及竭力拉拢的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印度，都不想选边站到美国，而伤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于是这个美国便出了这一险招。二是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没有自信，对特朗普政府的瞎折腾和对华强硬不敢轻易的甩开，生怕中国的和平发展姿态盖过了美国的防疫软肋和经济疲惫，生怕在国内遭到民众唾弃，于是用破坏中美关系的方式来为自己长姿势，以显示自己的能耐。殊不知这一恶招恰恰让世界其他的国家看不起美国政府。这国际交往中哪能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呢？三是对香港的有乱机制心存恐慌，眼看着设想中的反华桥头堡被收复了，又无计可施，于是拿起制裁的大棒，想把正在走向正规的香港打到乱局之中。这美国的调门还挺高，说什么要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但明眼人一看就是煽风点火，其用心也是够黑够阴险。不过即便如此，香港完善选举制度的步伐会加快，美国只能灰溜溜的看云起云舒。那么他这样也再一次的证明这个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这个防止外国干预势力是多么的紧迫和多么必要。这反证了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多么及时、多有远见。美国的制裁是下不住修法的进度。